乌克兰也有自己的反坦克神器。最近一段视频曝光，画面中乌克兰士兵操作本土生产的反坦克武器，2次偷袭俄军装甲车成功，并且疑似俄军士兵被爆炸掀飞。这段视频来源于乌克兰武装部所公开的资料。视频显示了乌克兰士兵采用国产 Stoner P 反坦克武器系统痛击俄罗斯装甲车，并且还能2度得手。通过所公开的视频来看，操作台前面的乌克兰士兵显得非常紧张，像是非常害怕失去攻击俄罗斯装甲车的良机。当看到 Stoner P 反坦克武器成功命中敌方目标后，乌军士兵欣喜若狂。这段视频也向我们展示了乌克兰不只拥有西方国家援助的先进反装甲与防空装备，自己也是拥有着一些很好的装备。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乌克兰国产 Stoner P 反装甲武器系统。乌克兰作为冷战时期前苏联一个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在前苏联解体后获得了大批所遗留下的工业基础，这也使得乌克兰依然拥有着丰富的武器装备研发经验，尤其是在陆战装备方面。除了各种坦克、装甲车以及火炮外，乌克兰在反坦克武器领域同样有不错的研发能力。Stoner P 反坦克导弹便是其中的代表产品。这套武器系统由位于基辅的卢赫设计局所设计研发，主要是为了能与国外同级别的反坦克武器竞争。Stoner P 的性能特点和尺寸都与俄罗斯的短号相仿，以设计简单、操作方便而闻名，属于一种典型的单兵便携式反装甲武器系统。由 Stoner 反坦克导弹组成的武器系统，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和串联破甲战斗部，主要装备在乌克兰 T-55坦克或者 MT-12反坦克火炮上。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人员以及静止机动的现代装甲目标，包括采用复合装甲、爆炸反应装甲的现代坦克，能够对目标进行精确定位。除了针对这些装甲目标以外， Stoner P 武器系统还能够用来攻击包括野战攻势、碉堡，甚至是低空低速飞行的空中目标等在内的敌方目标。也可以说，乌克兰所研发的 Stoner P 反坦克导弹系统，同样一款多用途的单兵携带式反装甲防空导弹。Stoner P 反坦克导弹系统主要由3脚架、发射筒、PDU-215遥控面板、制导系统以及计算机所组成，其中核心部分便是 PDU-215遥控面板，类似于公文包，其中包括一个小操纵杆与一个平板显示器，主要用来协助导弹的制导，能够为 Stoner P 反坦克导弹提供手动和自动2种攻击模式。Stoner P 采用一枪搞定射击，事实上，当时士兵使用瞄准系统锁定目标后并进行发射，便可以离开阵地。自动激光制导武器会持续将目标保持在取景器中。这里就需要提一下 Stoner P 反坦克武器系统中的核心部分，也就是 PDU-215控制面板。这个控制面板可以帮助操作员远程控制武器，最大距离达到50米，使得 Stoner P 反坦克武器在伏击或者敌方火力密度很高时非常管用。这一点对于操作员来说非常重要，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现代坦克都拥有告警系统。当坦克被反装甲武器瞄准时，坦克告警系统将会提醒车长，并且还会告知车长反坦克导弹的发射位置，而这仅需要几秒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那些配备猎杀系统的现代坦克来说，当反坦克导弹瞄准坦克的时候，也将暴露操作员的位置，这将对操作员造成致命威胁。不过 Stoner P 则可以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当使用该武器时，操作员可以安全地隐藏在附近的沟渠或者障碍物后面，例如山丘或者建筑物，能够提高反坦克导弹的有效性，同时还能降低操作员死亡的风险。Stoner P 反坦克武器激光制导瞄准系统是 PN1， 可以全天候使用，工作温度范围在-40度到60度之间，射程为100到5000米，能有效击穿外挂有爆炸反应装甲的800毫米厚度的杂质军制装甲。同时 Stoner P 反坦克武器拥有了不错的抗干扰能力，整套激光制导系统重17.2公斤，配备电视监视和瞄准系统、激光测距仪、激光制导系统和导弹轴控制系统。通常部署 Stoner P 反坦克武器系统时，需要一个3到4人的团队，操作员需要背负特制背包。PDU-215控制面板除了帮助操作员控制导弹以外，还可以在必要时校准目标。Stoner P 反坦克武器系统主要采用130毫米与152毫米口径的导弹，其采用一体化储存方式，导弹直接被密封在发射筒内，这样有助于运输。其中130毫米口径的导弹主要有 RK2S 与 RK2OF，
白天射程范围是100到5000米，夜间射程范围是100到3000米。串联装药的 RK2S 导弹长1360毫米，重29.5公斤，串联聚能装药战斗部，穿身达到800毫米。能够打击100到5000米范围内的目标，最大射程飞行时间不超过14.3秒，能够对抗 T90A 等中型主战坦克。当 Stoner P 采用130毫米导弹时，整套武器系统战斗权重为97公斤。152毫米口径的导弹有 RK2MK 与 RK2MOF， 白天射程为100到5500米，夜间射程为100到3000米。其中 RK2MK 导弹穿身达1100毫米。能够对付 M1 艾布拉姆斯这类的重型主战坦克，整个武器系统重104公斤，整套武器系统无需修改，即可使用所有4种类型的导弹。Stoner P 还被称为乌克兰版标枪，并且价格比美制标枪便宜约4倍，完全由乌克兰自主制造。目前除了装备乌克兰军队外， Stoner P 的出口版 Skif 反坦克导弹也被投放到了国际军贸市场上。早在2018年4月19日，卢赫设计局便宣布，已经在军事试验场成功测试了 Stoner P 出口变形 Skif。根据潜在客户的要求 ，Skif 反坦克武器系统的设计进行了许多更改，包括使发射器更适合在软土和沙子中使用，以及安装功能强大的热成像仪，以确保在夜间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也能有效瞄准。在此之后，乌克兰开始重新集中精力推销这款反坦克导弹。如今 Skif 反坦克导弹已经成功出口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也订购了许多这类反坦克导弹，而且双方还签订协议，成立了一家生产这些导弹的联合公司，已在2020年开始生产。除了这两者，卡塔尔也列装了 Skif 反坦克导弹，据称缅甸和阿尔及利亚也接收了这种导弹。Stoner P 目前也成为了乌克兰主要反抗手段，虽说生产数量少了些，其中的意义主要是这是防御者掌握的本土乌克兰武器，它提供了除标枪 NLAW 和 AT4 之外的额外反坦克选项。Stoner P 反坦克武器的操作非常简单，即使是一名前乌克兰政治家，现在也能很快掌握这款反坦克武器，甚至是2个孩子的母亲，也同样能成为一个合格的 Stoner P 反坦克武器操作员。另外，除了 Stoner P 反坦克武器以外，乌克兰还用一款采用肩扛式发射的轻型多用途战术导弹，被称为 Koser， 配装激光半主动导引头，可以用来攻击静止和移动的装甲目标，包括主战坦克、装甲人员运输车以及高速地面车辆。不知道这款武器会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你们觉得已经持续1个月的俄乌冲突何时能够结束？欢迎评论区谈论一下。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儿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